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"白问"，每天一个有趣有料的科技小视频。有什么数码科技方面的问题，也可以直接在后台向我提问，下期就让你上电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白问，我是王九。不好意思，先说一句，因为上一周呢，咱们白问是停更了一期啊。这个原因呢，就是我们在非常忙碌的准备这个测评视频也是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 Mate 10的视频给大家做了，而且呢 Z17S 的视频也会非常快的和大家见面。Z17S 这台手机呢，只能说努比亚的软件优化。反正具体看视频吧，是吧 ？OK 那咱们就不废话了，干货多屁话少，来看看2周了，大家都有什么问题？白问马上开始。第一个问题是来自白问微信公众号小伙伴行者，这头像是一辆跑车。白哥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最近想入手 Note 8，但看你的测评好像不是很好。Note 系列不是大多都比 S 系列要好一些吗？这个20款应用打开速度怎么那么慢？这是为什么？首先呢，我没有说它不是很好啊，只是说你可能比较关注的那个点，然后表现不是太好啊。你怎么没有看到它的相机呢？对不对？还有它的整个的这个商务感的这个气质上做的是特别棒的这台手机。然后 Note 系列比 S 系列都要好一些吗？这个可没有什么定义啊，或者说应该是你自己的一些固有观念，这个是没有这样的，都是2个不同的定位而已。比如说它可能更商务一些，然后 S 系列可能更年轻、更时尚一些吧。20款应用打开速度呢，这个跟软件优化是有关系的，而且跟系统的版本也是有关系的。比如说它更新了系统之后，上下可能会差到20%左右。我们给你打上一个数据图，这个就是目前我们最新的20款应用的总体数据，可以来看一下。下一个是来自微信公众号小伙伴杨洋是那个杨洋吗？小白一直在看你的测评视频，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，目前国产机 ROM 都有手机管家一类的 app， 不知道现在这些 ROM 呢对限制毒瘤应用自启或者是关联启动的效果怎么样？哪些国产 ROM 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？之前用魅族的手机感觉不够彻底。另外，国产手机哪家 ROM 做的相对好一些？这个是极难回答的一个问题。如果要是跟你聊的话，可以聊3天啊。我先跟你说一下，大概他们3家，这个就是目前非常主流4家吧。他们各自的特点，比如说小米呢，就是功能多、功能全著称，但是它的这个整个系统呢臃肿一些，就是东西做的多了，整个人会变胖嘛。然后魅族这边呢小清新一些，但是稍微可能在印象中bug 比这个别的可能稍微多一些也好啊。但是总体上近年来优化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 Flyme， 还有就是一加呢，今年在系统方面应该是做的比较偷懒的一个，就是它并没有针对它的这个轻 OS仰 OS 做更多的优化，或者说做标识感更多的一套系统。好听点说更接近于原生，但其实可能并没有花更多的心思在这个系统上面了。它的这个性能条件一直是非常激进。还有就是华为这边的话呢，就是非常中庸的一套系统，就并没有什么特别，反正该有的东西都有。你如果习惯了呢，也挺好用的，但是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个标识感。比如说像这个 Flyme 或者说是MIUI 一样，自身的特点这么强，它并没有。相对来说哪家好一些呢？我只是说我个人可能更喜欢这个MIUI和 Flyme 一点。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自启的问题，现在各家对自启的限制都是非常严格的。你说 Flyme 稍微差一些，但是我可能并没有感觉出来。他们4家应该都差不多OK， 下一个依旧是微信公众号小伙伴好好小白，关注你有段时间了，整体视频呢比较良心接地气儿，祝越办越好，回头给你拉人气，感谢。问个问题，为什么这个 iPhone 每次关机之后再开机这个解锁屏幕都会出现卡一下，不那么流畅，后面就好了？无论是6还是7都有这种情况无论是10还是11都有这种情况，问是什么原因？是不是个例？首先新开机稍微卡一下这个问题，我也碰到过。包括这个 iPhone 8呢，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呢也会碰到这个问题，但是这个并不太影响这可能只是系统上面的一个小设定，或者说哪怕是一个小卡顿也好，但是它在实际使用中并不影响你，就是基本上你不会感觉到，因为它只是新开机之后的第一下。比如说我的这个 Mac 在刚开机的时候，比如说打开 QQ 也可能稍微慢一下，等缓一下它可能就好了。OK， 来看下一个是微信公众号小伙伴一个点
这个名字就是一个点啊。小白看你挺久的了，对手机这方面也有不少的知识提升。现在呢，用的是一台安卓机，也是我的第一部手机。明年想换一部7P，体验一下 iOS。想问一下你明年大概什么时候吧？明年大概能降到什么价格？7P 还能占几年？求上电视。其实 iPhone 的话呢，如果要是买当季的新 iPhone 啊，就是2到3年之内呢，它能维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，比安卓机呢要稍微长一些。但是它系统更新之后，对老机器的友好程度并不是那么好。能降到什么价格？我觉得应该比现在能降个800块钱左右吧。当然这个也不一定啊，比如说 iPhone 10卖的太好了，后面的机器卖的不好，它可能就跌的多一些。我只是说根据之前的经验。OK， 来看下一个是 B 站的啊，这给我们举报，快手小白测评，快手手机测评第1人，我会每天努力给大家更新。如果喜欢的话就还有7个作品啊，标称是小白测评，这个 logo 也跟我们一样啊，这个真是你们做的吗？不是我们做的，我们不一样啊，我们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。这个应该是冒充的一个小伙伴啊，大家自动取关就可以了。OK， 来看下一个是微博的小伙伴寒暄 love。这个小白，那个我一直想买三星 S8 Plus， 但每次去数码城他们都不推荐，说三星很卡。我想问问你，你现在手上的三星怎么样？给点建议。数码城里的人肯定是怎么说呢？他卖哪台机器利润高，他跟你说哪个好，他不卖这台机器就不好。我们的一个小伙伴呢，他想买这个华为 Mate 10，就是第一时间要买，结果对接的那个销售呢是一个卖三星的，他就一直说华为的什么怎么样，就是各种华为黑，然后说三星的怎么好。在数码城里边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因为数码城里边就是哪个利润多，他就会说哪个手机好，这个是铁律，绝对的。OK， 来看下一个小伙伴是微博的最强萌新Ike SAE。你好，小白老师，请问一下，如果玩游戏嘣，然后虚荣这些，这个选什么手机是最合适的呢？拒绝苹果，然后不论价格。这个的话，我推荐 Note 8咯。Note 8的这个手机呢，整体的S8 和 Note 8其实都可以啊，我更推荐 Note 8一些吧，因为 Note 8这个整个手机更方正一些，拿在手里边更有这种掌机的感觉，然后屏幕呢也是这个全屏的设计，所以说我个人呢更推荐 Note 8，如果要是不考虑价格的话。OK， 来看下一个是来自微博的小伙伴若花开季年。王哥你好，为什么同一款手机32G 和64G 开机之后系统占用内存不一样？还有运存也是3G、4G、6G 开机之后系统占用内存也不一样，可是功能都没有区别，一直搞不懂为什么。这个其实我之前在百问中跟大家简单聊过，就是系统占用内存的情况，它是按照你百分比来的，就比如说你的手机是64G 4G 的内存，那跟64G 6G 的内存，它们占用的百分比就是不一样的。因为现在厂商呢，为了保证自己的基础应用都有一个很快的响应速度，会在内存的后台留一部分的空间，这个空间是根据它手机的内存和运存来的。所以说每台手机呢都不一样，每个不同内存和运存的手机呢也都不一样，你不用去过分纠结这个只不过是有的厂商可能稍微多一些，有的厂商可能稍微少一些而已。苹果的可能就多一些，因为它可能为自己的预留内存更多一些。OK， 来看下一个是来自 B 站的小伙伴超电磁炮的炮姐，小白可否做一期金立 M7 的视频呢？不可以。OK， 下一个是微博的小伙伴七画雨晨，小白最近想换手机，32G 的苹果 6S P 和4+64的华为 Mate 10，哪个更好一些呢？这个具体对比来说呢，我个人可能更推荐一下今年的 Mate 10吧，因为 6SP 呢确实是一个比较老的机器了。32G 的话呢，首先你要考虑这个内存方面就太小了，因为苹果现在我觉得怎么着还是64G 起步吧。6SP 这台手机呢，在这个拍照上呢，其实还有就是处理器上呢，跟当代的这个苹果的主打旗舰，比如说8呀，或者说7P 都还是有差距的。再战个1-2年肯定是没有问题，但是它的电池、这个快充，然后它的内存这3点呢，是我这个考量比较多的因素，所以说可能更推荐一下华为的 Mate 10。OK， 下一个是微博的小伙伴
什么这什么是吧？是个英文是吧？你懂的。小白你好，我是大3的学生，现在手持华为 P8，不太想换贵的手机了，就换个1000元机吧。现在看上了魅蓝 Note 6、小米5X 还有荣耀7X，小白你觉得哪部更好呢？给什么建议？对于具体的某台手机的推荐呢，我们这个公众号呢会有上线了一个数据库，这个数据库呢你可以看一下啊，就直接点击小白测评，然后里边有个数据库，每台机器呢会给了5个比较详细的数据，然后你可以来对比看一下。就是一个快速的选机的一个过程啊，不用我还专门的给你出视频。如果要是像这样的话，专门做的话，可能工程会比较大。这几台手机的话呢，我可能更倾向于魅蓝 Note 6和小米5X 吧。这个荣耀7X的话呢，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啊。这个我感觉它就是一个屏占比稍微高一点的普通手机，而且这个处理器上呢，可能照这个625呢还要会稍微差一点，所以说推荐魅蓝的 Note 6或者是5X。OK， 最后一个问题是 B 站的小伙伴孤明，这是念名吗？那个巨龙，那个可以实时看到 CPU 情况的软件是什么？这个就叫CPU 监视器，或者说你搜 CPU-Z 就找到了。图标呢，我给你打在这儿，它就是一个圆圈，然后里边有一个类似于心跳的那个波动图。这个软件呢可以实时的查看到你的 CPU 调度的情况，但是呢，你下载完成之后，有的这个比如说 Flyme 还有就是米 UI， 现在都是这样啊，它会屏蔽浮窗，你要在这个软件权限里面把浮窗打开，这样才能看到它了。有这个单核和多核的都能看到，还是比较方便的一个软件，极客向的吧。OK， 这一期的视频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啊。这期视频呢还是老规矩啊，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问直接后台回复干货多屁话少这6个字，这次我们再抽一个魅族的蓝牙音箱就可以了啊。上期的中奖小伙伴在这里啊，然后赶紧联系后台就可以了。OK， 最后呢重复一下，就是我们的大号这个小白测评，包括这个白问也有啊，就是我们上线了一个数据库，把这个数据库呢会回头更新到公众号里边，你可以快速的随时查看一下这个你具体机型的各项数据，然后帮助你做一个快速的对比，买机的时候也可以随时查看。好了啊，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白问和小白测评就可以了，最主要是白问啊，每期一个有趣有料的科技小视频，干货多屁话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